国民党在退守台湾的时候一党独大，为什么后来沦为了多党执政？我们现在知道，咱们台湾省有200多个党派，但首先要看的还是老蒋在退守台湾时，台湾是啥样的。老蒋在解放战争中退败，当时退守的选择不只是台湾，还有西南、海南等选项，甚至老蒋有一度将国民党的中枢前往重庆和成都，打算死守西南。只是解放军攻势强烈，国民党军又摇摆不定，多方考虑后呢，老蒋对西南有所动摇。后来在谋士张其云的强烈建议下，老蒋还是选择了宝岛。其实在3大战役的时候张其云就劝教老蒋做好退守台湾的准备了。老蒋虽然没啥表示，但是行动上却很明显。在他宣布下野之前甚至更早，他就派陈仪去管理台湾了。那个时候台湾经历了日本的殖民，岛内的势力很复杂，有亲日的，有主张民主的，有希望和平的等等，岛内的文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。国民党一来就来了一个一家独大，这种独裁与专制让一些势力喘不上气，所以这部分人就开始撺掇搞事。再加上2战刚过，日本的经济失衡导致台湾的通货膨胀也很厉害，这么一来二去，在台湾的治理方面就有很大冲突，所以陈仪带来的部队和岛内的民众相处就很不对付，从这儿就已经埋下了种子。到了1947年，当地民众发起起义，占领了很多政府机关，发生了228事件。其实在这个事件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本省和外省人员的矛盾在不断加深，上演了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状态。老蒋本来想让陈仪来搞好自己的退路，结果搞成这样，退路差点没了，老蒋肯定不高兴，他就把陈仪撤了，派了魏道明去。魏道明他不是一介武夫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道行比陈仪高。魏道明去了就先给台湾定调表示台湾从始至终都属于中国，同时又积极解决民生问题。2年时间，台湾就回到了正轨。魏道明走后，老蒋又派陈诚过来给自己铺路。到1949年，老蒋看见大陆确实是没自己啥事儿了，他带着势力到了台湾，开始了自己的统治。那因为前期的铺垫，老蒋在台湾过得还可以，算是比较平稳的度过了晚年。因为国民党是不允许组建政党的，所以有一些不满国民党专权的小势力就偷摸活动，也没掀起啥浪花来。老蒋去世后呢，他儿子蒋经国执政。因为小蒋他资历比较浅，虽然在面上也算维持了体面，但是那些党外后援会慢慢的有了实力。在1986年，他们以民主和台独为诉求，成立了民主进步党也就是我们说的民进党。这就看出来，当时国民党在台湾省的治理就已经力不从心了。这之后呢，台湾省的党禁取消，台湾政党政治发展非常迅速。我们知道国民党党内的分裂好像从立党之初就一直存在，所以照当时的发展来看，因为国民党党内势力的不断分裂，票源不断分散，国民党下野也是趋势。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，民进党上台，打破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的局面，国民党沦为了在野党。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，台湾社会多元化不断在变迁，台湾政党受美国影响，再加上大陆和台湾省的和平统一的影响等等，在这些所有的因素影响下，岛内陆陆续续出现了200多个党派，最主要的5个党派分别是国民党、民进党、台湾民众党、亲民党、新党。新党成立于1993年，由国民党中生代立委因不满李登辉政策而另行组建的，追求民族统一、政治民主、民生均富的目标。现任党主席是吴承典。亲民党成立于2000年是国民党、民进党之外的台湾第3大党，现任党主席是宋楚瑜。台湾民众党呢比较年轻，成立于2019年，现在党主席是连任的柯文哲。2004年，也就是今年初，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与萧美琴当选，创下民进党3次连续执政的记录。这里面呢，台湾的党派阵营主要有3种，分别是蓝营、绿营和白营。蓝营的主要党派有国民党、新党和亲民党，新党又是赤营，亲民党又是橘营。绿营的主要党派有民进党、台联党和时代力量，白营的主要党派就是民进党。是不是这些关系看着错综复杂？但其实按照沈毅老师的观点就非常简单，可以物理解决。随着我们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，不管外部如何，这始终都是家事。秦朝过渡到汉朝的时候，老秦人归属汉地；唐代隋时，百姓成为了大唐人；大明推翻元朝时，百姓又是大明人。而现在两岸都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。